当当当！前阵子获得了一个奖，是中国国家地理颁发的寻找中国最美城市。那很荣幸能够获得这个奖项，也非常感谢大家支持寻野宝藏小城这个系列。那么寻野之旅仍然在继续，这一集让我们向岭南出发。说起岭南，脑海里下意识的就是流放岭南。岭南到底是什么样？这一次我来到了广西最不像广西的城市。这里不仅是粤语的起源地，而且还是两广的旧都，所以欢迎来到寻野100座宝藏小城第12站梧州。现在我们来吃一家早茶，它是藏在这样的一个巷子里面，它的牌子只有这么点大。早茶是在岭南地区一种独特的饮食风俗，大家坐在一起慢慢聊慢慢吃，享受一天的起始。一泡，他们这儿上来先点茶，早茶嘛，还是要先点茶的。我们点了个铁观音，这菜单还是挺大的，好几页纸。来吧，各位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早茶所点的东西。这个味道是我没有想到过的一种味道，非常好吃，很软嫩。但是它这个丸子嘛，就是很 Q 的，这里面是有这种看着是虾仁一样的这个东西，叫外脆里嫩。对，这两种口感的结合，就是让这个东西吃起来还是不错的。是他们的一个特色，叫豉油黄鸡脚，感觉拿耙子用，挠痒痒。隔壁桌的一位小姐姐很热心地帮助我们打开糯米鸡，并对于我们点了满一桌表示非常的震惊。这个是我们点的菜，然后看看本地人他们，哇，这家店算不是也算是本地的一个？对啊，老牌了，算是好几年了。我们在这里也吃了1个小时，但是旁边的这些人啊，丝毫不见得减少，所以这就是本地人的这种惬意生活了。我们这次总共消费是250。我们现在准备去下一个点，河滨公园。这2个字是什么字？鹤岗。鹤岗我太熟了，原来这个楼呢是叫鹤岗楼，所以我说第一站一定要来这里再看一下。但现在呢，今年刚改名的，就要改名成白鹤楼。据说山间常有白鹤回冈，所以这里也是梧州8景之一。现在已经登到白鹤楼的楼顶了，可以一览这个河东河西的景色，包括下面这个鸳鸯江，那边就是西江，这边就是贵江，中间就是鸳江大桥。苏东坡游历梧州时也留下了一句“鸳鸯秀水世无双”。1897年，英国人花了24银元买下了这座山，并禁止华人上山，这里变成了国中之国。然后这个英国领事署呢，主要还是服务于英国的商人、洋行，然后能够让英国的这些资本渗入到梧州，对梧州的传统经济、传统市场是造成了很大的影响。也正是从这一年开始，梧州被迫卷入了更大的时代里。往江边走，有人在天桥上烧烤，有人坐在岸边钓着鱼。128条。那个郎中的一响，啷啷啷啷响就有。哎呀，响了是吧？哇！收到垃圾了，应该很难空军啊，在这里啊。空军肯定难，有些多少现在很忙了。这都在想是吧？我和这位大叔也聊了很久，钓鱼就是他下班后的日常，每天如此。是享受钓鱼娱乐噻。像你们年轻的娱乐还没到，还没到那个时候啊。没到时候。大哥，今天有吗？钓到没？很小的30。这有一个刚钓上来的，那也不小了，我感觉。我们现在准备去找点小食吃一下。现在我们来吃这个水果捞龟苓膏了，找到这一家老字号。哎呀，这么多味道！你们推荐什么呀？椰汁最多人吃。椰汁啊？龟苓膏是梧州的一道非遗特色，传统中式甜品，吃起来很爽口。龟苓还可以。可以的，人家老板做了20年。阿姨还热心的和我们分享她自己的小食木薯。不是，现在是季节，就吃这个东西比较多是吧？没人吃的。没人吃。我喜欢吃。
1块钱一斤。粤语啊，就白话白话桂林购，桂林购一听就不是本地人。茶夫是广西传统的洗头方式，在一个巷子里，我们找到了一家老店来体验一下。您这店开了多少年了我开了，我89年开的。？89年了。对，我18岁开的。我上个月借了200块。阿姨用借来的几百块钱开了她这家店，一开就是36年。是我妈叫我用头药洗头，应该会很好生意。我觉得他那个比语是挺好啊。我说我这里有草药茶夫洗头。为什么叫茶夫？茶夫就是茶油榨出来那个渣，这个是茶夫了啊。这个是茶夫。你看到吗？它有出泡泡的。这个茶夫是挺好的。阿姨还给我看了看她采草药的视频，这些天然的草药经过处理，就是当地传统的洗发水，再加上江水的循环冲洗，舒服吗？舒服啊，我感觉天天来洗都不错。小猫咪贴着我。那天很冷很冷，外面很大雨，他就跑过来，他就探那个头，一身水，他就探那个头，看，就是他就跳上来，就这样做这个，感觉先试探一下你的态度。很可爱。我的客人说：“哎呀，太冷了。”我说：“他真不肥。”做了几十年了，哦，我又为8块钱，无保护孤儿。费的，对吧？确实。准备那个9月9了，我现在老人的我要是免费的。三条江水孕育着这座城市。1897的那一年，梧州被规定为通商口岸，正式对外通商。河东从那个时候开始变得繁华，货船往来，商号林立，还被称为小香港。而承载这片繁华的，就是如今的这片骑楼群。我们现在来到了梧州的骑楼城，这里也被称为是中国骑楼博物馆。因为它这边的规模还是非常庞大的，保留的建筑还有560多栋。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一个片区呢，实际上是一条已经被改造过的骑楼街了。可以看到外立面还都非常的新，非常的新。上面那些花纹好像都已经没了，因为我在网上看到过有一位博主，他专门去做了这种几十年前的老骑楼和现在的骑楼的一个对比。实际上很多的花纹样式都发生了改变，甚至颜色。感觉很多东西都丢失了。我们现在想去找一找比较旧的一些骑楼。现在来到了应该是比较老的骑楼区域，这边就有了这种生活的气息。现在眼前这个就是还是有很多的老店开在这里的。骑楼最早源自于印度，英国人建造。新加坡开埠之后，也开始使用这种建筑形制。后来下南洋的华侨把这个建筑带回了家乡，于是岭南地区也就有了骑楼。这种连续开放的公共空间呢，就是骑楼底了，俗称五角基。骑楼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一点，就是这个2楼可以看到这个就叫水门。那原来这边是容易发水患的，它水可能就把一层给淹掉了，然后大家就会在2楼这个水门处搭个梯子下来坐船走，或者说买物资，都是通过这个门去走的。可以看到这些铁环呢，实际上就是当时拴船用的。只不过现在的这个水是基本上淹不到了，而且上一次发水患已经是很早以前了。而100年前，一场大火把城内大部分房屋都给烧毁了，而原来的建筑形式也不能满足日益繁荣的商业发展。所以这些骑楼建筑取而代之，所以它也是1924年开始建，不断的建造，逐渐形成，所以也是见证了梧州的兴衰、起伏、繁华，当然也有一点的落寞。繁华100年，如今依然有人生活在这里。虽然巷子很窄，楼也很挤，但梧州最真实的热闹就在这里。
河粉虽然在岭南地区很常见，但梧州的河粉有点不太一样。我点了个大粉，它是跟脸盆子小型的脸盆一样。这河粉确实很薄，晶莹剔透的，就本地严选，然后酸酸的，挺爽口的。我们现在准备去中山公园了，这是我们基本上每个城市必去的一个地方，不是中山公园就是人民公园。我们现在来到了中山公园的北门，像这个北门也非常朴素啊。中山公园里面的中山纪念堂，这个呢也蛮特别的，它是全国第一座落成的中山纪念堂，而且中山公园呢也是梧州最早建成的一座公园。你好，这个礼堂有灯吗？没有灯。这个中山公园呢，跟其他城市的那些休闲公园还不太一样，这算是一座这种主题性的。离开公园的山路上，有2位大叔坐在这里弹琴，给此刻演奏了一首 BGM。夜晚，我们再次回到骑楼城。晚上这一块开了灯，会有点不一样的感觉。穿过这里，来尝一尝他们这里的特色纸包鸡。纸包鸡，纸包鸡是必点，一绝。这4个是一样的，不同部位吧，鸡里的不同部位。哇，是一整块，一个鸡腿嘛，让它做的确实挺入味的，味道很足，然后通过纸包把这个味道给进入到鸡肉里面。那天早茶遇到的小姐姐非常热心的给我推荐梧州的各种特色，而那天恰好她有空，所以带着我们一起来到了白云山。在白云山下有一家豆浆店，是她小时候的记忆。我们这边的人也喜欢吃马蹄糕的，这个就是马蹄糕是吗？对。然后的话呢，这叫粉球，它是炸了之后呢，将那个糖粉粘在上面去。哦，里面是软软的，外面是酥的、脆脆的。对。这个呢？这是什么？这个是萝卜糕。萝卜做的吗？对，你看到这些是萝卜丝。先尝一口这豆浆，挺醇厚的，好喝，确实好喝。以前的话，我们那时候喝的话，真的是有滴珠的，打一下圈，然后它再沉下去。现在没。他这家店开了有多久呀？好久，我妈那一辈都已经是很出名的了。白云山脚下，所以说这里是总店。到楼顶了，这顶上的风是真大。我儿子也小的时候，刚会跑的时候，在全屋子在那跑，都在看不同角度的。哎，这里也有灯塔哦，那里也有哦，那么多灯塔哦，他不知道只有一个。那边有个细龙舟，其实现在是涨水期嘛，如果枯水期的话，那个舟因为水位下降了嘛，那个舟那个岛就可以看到。1去2、3里，烟村4、5家。开始好奇了，就好难控制了。那里有个亭。哇，现在这个等于到了白云山山顶，挺高的。我们现在底下俯瞰的就是这个河东老城，海拔368米，云岭秦岚，梧州8景之一。原来这边是一个山顶的炮台改建的。好奇，什么都是新鲜的。你看，过了好吗？我这个你整了，我领导。听姐姐说，山里原来还有人养马楼，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了。但山里还有一座铁索桥，也是他们儿时经常会去玩的地方。对，铁索桥，感觉来到了森林哎，越走越难走。嘿，我还以为这是蛇呢，总是想看到一条蛇。那边好像有个东西飘了一下，我靠！
就越走越树木越来越旺盛，道路的分叉也越来越多。这个树多高？这边现在有点湿润，总是想看到一条蛇。但应该不是没动静。确实有，确实有，看到没？绿色的。看到了，看到了。说来就来。太离谱了！说有蛇，立马眼前就是一条蛇，撤吧。景区管理处这边有很大一片鸽子，只要你有一包食，你就可以独享。你给我手上倒一点点，你给我倒一点点。再倒呗。又去放饭了，里面。哇！我们现在来到了黑叶猴珍稀动物繁殖中心，这边算是中国或者说全球最大的一个黑叶猴繁殖中心了。它们这个毛发乌黑，好顺好顺，抓身上的跳蚤，这大的也在抓，小的也在抓，感觉是一家三口其乐融融。它后尾巴真的好长，你看，一个栏杆这么长，它身子才这么点。这黑叶猴我之前没听说过，这次查了一下资料呢，它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。一级保护动物还有哪些呢？就是还有大熊猫、金丝猴、东北虎。不要喂食，不要喂食，不要喂食。所以它们自己在啃这个树枝，感觉啃得很香甜。为什么喜欢吃叶子呢？哟，好小一只啊！你要玩它吗？它也想拿手抱。哎呦！反正我以前好久以前我就想，我不拍拖，我不结婚，我不生孩子。然后结婚的时候我也没打算，因为我身体差嘛，所以说他是上天赐给我的礼物，那时候都没打算，也没那个信心。那他来了我就要了呗。它不下来了。哇，这个今天这么冷也游啊？今天不算冷，今天还不算冷，那你们这个是冬天也游吗？好啊，不敢说。大哥要准备下水了。曾经的河西河东靠船只往来，如今眼前这两座桥连接着河西河东，也连接着过去和现在。旧时光让梧州变得更有韵味，新时光让这里的生活也能精彩纷呈。我是 Eric， 下个城市我们再见。只好深深把这刻盡凝望。來日縱使千千闕歌，飄於遠方我路上。來日縱使千千晚星，亮過今晚月亮，都比不起這宵美麗，亦絕不